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，真的是让我心酸又感动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真的不看表面，不看条件，真爱面前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门当户对的相亲，也见过太多因为条件不匹配而失败的婚恋。但是今天这个故事，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。说起台湾和大陆的婚恋差异，那可真是话题太多了。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，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发达，结果人家早就过上了高品质生活。台湾的男人普遍比较温柔细心，家务活也会干，不像咱们这边的直男癌那么多，哈哈。而我今天要讲的主人公李雨晴，是四川汶川山区的姑娘，今年30岁，虽然身有残疾，但气质出众。她的故事真是让人又心疼又感动。雨晴5岁那年，汶川大地震夺走了她父母的生命，从此她跟着身患重病的姑姑相依为命。姑姑虽然身体不好，但对雨晴疼爱有加，含辛茹苦把她抚养长大。雨晴啊，姑姑虽然没本事，但一定会让你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。姑姑常常这样对她说。可天不遂人愿，雨晴15岁那年，姑姑的病情突然恶化，需要做大手术。为了给姑姑筹医药费，雨晴忍痛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住房。姑姑，房子没了不要紧，只要您的身体好起来，我们在哪里都能生活。雨晴握着姑姑的手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手术后，姑姑的身体虽然有所好转，但家里已经一贫如洗。16岁的雨晴被迫辍学，开始了四处打工的生活。没有学历，没有技能，雨晴只能去做保姆，伺候别人家的衣食起居。我不怕苦，只要能让姑姑过得好一点，什么活我都愿意干。雨晴总是这样安慰自己，日子虽然艰难，但雨晴却从不抱怨。她换过很多雇主，有的人家对她还不错，有的则对她呼来喝去。但最糟糕的是她25岁时遇到的最后一家雇主，那是成都的一个有钱人家，表面光鲜亮丽，私底下却是家暴成性。雇主夫妻经常吵架，动不动就大打出手。有一次，雇主喝多了酒，回家就和妻子吵起来，雨晴上前劝阻，却被雇主一把推下楼梯。这一摔可不得了，雨晴的右腿粉碎性骨折，虽然经过多次手术，最终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，右腿只能微微弯曲，走路必须拄拐杖。对不起，雨晴，以后你就别干保姆了，我会给你一笔补偿费。雇主家人这样说完，就把他打发走了。补偿费虽然不少，但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雨晴来说，未来的路却更加迷茫。他带着姑姑回到了老家的小县城，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开始学习手工艺品制作。雨晴的手很巧，做的串珠包包、手链、发饰很快在当地有了名气。他又开了个网店，生意慢慢好起来。虽然收入不高，但总算能够维持他和姑姑的基本生活。雨晴，你都30了，该考虑个人问题了。姑姑时常这样提醒他。姑姑，我这样的条件，谁会要我啊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只要我们姑侄俩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行。雨晴总是这样回答。姑姑叹了口气，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心疼。自己的侄女这么善良懂事，却因为身体的原因，连找个伴侣的权利都要被剥夺，这世道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就在雨晴30岁生日那天，姑姑偷偷给她报名参加了一个跨海相亲活动。这个活动是专门为大陆女孩和台湾男士牵线搭桥的。姑姑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样子怎么去相亲，让人家笑话吗？雨晴知道后很是生气。傻孩子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心地又善良，为什么不能找个好人家？听说台湾男人特别疼老婆，你姑姑我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姑姑执拗地说。雨晴无奈，只好答应去参加一次相亲会，但她心里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。相亲会那天，雨晴特意打扮了一番，但还是拄着拐杖去的。刚到现场，她就后悔了。会场里全是光鲜亮丽的女孩，而男方也大多是事业有成的台商。雨晴感觉自己格格不入，正准备离开，一个温和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：“你好，我是陈家豪，请问可以认识一下吗？”雨晴回头看到一个戴着眼镜、穿着得体的男子正微笑着看着她。陈家豪今年35岁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为人温文尔雅，说话轻声细语。
雨晴有些诧异，没想到会有人主动找她搭讪。她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情况，包括自己的残疾和家庭背景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我被你的眼神吸引，那么清澈，那么坚强。陈家豪真诚地说。那一刻，雨晴的心颤抖了。这么多年来，除了姑姑，还没有人用这样欣赏的眼光看过她。两人加了微信，开始频繁聊天。陈家豪每天都会发信息关心雨晴的生活，时不时的寄来台湾的特产和礼物。他对雨晴的过去没有太多好奇，更多的是关心她的现在和未来。你的手工艺品很有特色，如果来台湾发展，我相信会有更好的市场。陈家豪这样鼓励他。雨晴有些心动，但又担心自己的条件会给对方带来负担。我这样的身体会不会拖累你？什么拖累不拖累？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腿。陈家豪斩钉截铁地说。3个月后，陈家豪专程飞到四川，正式向雨晴求婚。他还特意带了礼物给姑姑，并保证会好好照顾雨晴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是雨晴最重要的亲人，我向您保证，会用一生的时间好好爱护她，永远不会让她受到伤害。陈家豪对姑姑说。姑姑看着眼前这个斯文有礼的台湾男子，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好孩子，我相信你。雨晴从小命苦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婚礼举行得很简单，但充满了温馨。陈家豪的父母虽然没有来大陆，但通过视频表达了对这门婚事的祝福。雨晴，以后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媳妇了，来台湾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帮你尽快适应那边的生活。陈妈妈亲切地说。婚后，陈家豪办好了雨晴的台湾居留证，并帮助姑姑安排了一套舒适的养老公寓。姑姑，等我在台湾站稳脚跟，就接您过去住。临行前，雨晴抱着姑姑不舍地说，傻孩子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哪里都一样，你自己过得好，姑姑就放心了。姑姑拍着雨晴的背，强忍着泪水。就这样，雨晴跟着陈家豪来到了台湾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台湾的生活和雨晴想象的很不一样，虽然岛不大，但处处都很精致，民风淳朴，人们生活悠闲。陈家豪家住在台北市的一个小区，虽然不是豪宅，但设施齐全，环境宜人。怎么样，还习惯吗？陈家豪关切地问。很好啊，比我想象的好多了。雨晴真心地说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台湾应该不如大陆繁华，但实际上台北的生活品质确实很高，街道整洁，空气清新，居民素质普遍较高。陈家豪的父母也非常疼爱雨晴，经常带她去逛街购物，教她做台湾特色美食。陈妈妈还特意请了中医师为雨晴的腿做调理，虽然不能根治，但疼痛确实减轻了很多。媳妇啊，你别嫌我唠叨，台湾女人都很会照顾自己，你也要多学着点，保养好自己的身体。陈妈妈时常这样叮嘱雨晴，雨晴很感动，她没想到公婆会这么关心她。在大陆，她听说过不少婆媳关系紧张的故事，但在这里，她感受到的全是温暖。陈家豪也是个体贴的丈夫，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帮忙做家务，周末还会推着轮椅带雨晴去公园散步。他从不嫌弃雨晴的残疾，反而处处为她着想。老公，我是不是给你增加负担了？雨晴有时会这样问。傻瓜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不是负担。我爱的就是现在的你，不需要你有多完美。陈家豪总是这样回答。慢慢的，雨晴开始在台湾开设自己的手工艺品工作室。台湾人很欣赏她的作品，尤其是那些融合了川蜀文化元素的设计。工作室的生意越来越好，雨晴也有了自己的一小批粉丝。你看，我就说你的作品在台湾会有市场吧。陈家豪为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。雨晴笑着点头，心里满是感激。如果不是陈家豪的支持和鼓励，他可能永远不会有勇气走出大陆，开拓自己的事业。然而，就在雨晴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时候，变故发生了。陈家豪的公司突然裁员，他失去了工作。虽然有一些积蓄，但台北的生活成本很高，如果长期没有收入，家庭经济肯定会受影响。没关系，我的工作室现在收入还不错，可以支撑一段时间。雨晴安慰丈夫，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扛，我会尽快找到新工作的。陈家豪内疚地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家豪开始积极找工作，但因为年龄和市场竞争等因素，
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。雨晴则更加努力地经营工作室，希望能多赚一些钱。就在这时，雨晴收到了姑姑病重的消息。雨晴，你姑姑血压突然升高，已经住进了医院，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。老家的邻居打来电话说，雨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想立刻飞回大陆，但又担心现在离开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会更糟。陈家豪看出了他的犹豫，二话不说买了机票。你赶紧回去看看姑姑，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陈家豪坚定地说。雨晴含泪点头，收拾好行李就赶回了大陆。到了医院，看到躺在病床上憔悴不堪的姑姑，雨晴的心都碎了。姑姑，是不是我不在身边照顾您，您才会病成这样？雨晴自责地说。傻孩子，这是老天注定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姑姑虚弱地说。你在台湾过得好吗？那个陈家豪对你好不好？姑姑，家豪对我特别好，您放心。雨晴握着姑姑的手，急切地想让她安心。她疼我，尊重我，从来不嫌弃我的腿有问题。她家人也都很好，把我当亲闺女一样。姑姑眼中闪过一丝疑虑，真的吗？你不是为了让我安心才这样说的吧？我听说有些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，日子并不好过。姑姑，我发誓。雨晴认真地说，台湾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那边生活质量很高，人也特别有礼貌。家豪他是个真正的好男人，比大陆那些所谓的钻石王老五强多了。姑姑还是有些不放心，那他最近失业了，会不会对你有什么不满？毕竟男人嘛，失去工作会很没面子的。雨晴摇摇头，恰恰相反，他失业后反而更珍惜我了。他说我是他最大的依靠，说我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。姑姑，我真的很幸福。看着雨晴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姑姑终于放下心来。她抚摸着雨晴的脸颊，声音哽咽，好，姑姑信你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姑姑这条老命也值了。住院期间，雨晴寸步不离地照顾姑姑，她每天为姑姑煮营养餐，喂药换衣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晚上，她还要处理台湾工作室的订单，常常熬到深夜。陈家豪虽然人在台湾，但每天都会视频关心姑姑的情况，还托朋友从台湾带来了一些高级补品和保健品。阿姨，您一定要好起来啊！等您病好了，我和雨晴接您去台湾住一段时间，让您看看台北的阳明山，还有那些夜市，好吃的可多了。陈家豪在视频里诚恳地说，姑姑被他的孝心感动得直掉眼泪。好女婿啊，姑姑没看错人。经过1个月的治疗，姑姑的身体状况终于稳定下来，医生同意她出院。雨晴本想多陪姑姑一段时间，但工作室那边实在离不开人，她不得不回台湾。姑姑，这次我一定抽时间多回来看您，您也要答应我，按时吃药，好好休养。临行前，雨晴叮嘱道，放心吧，姑姑没那么容易倒下，倒是你一个人跑那么远，姑姑总是不放心。姑姑拉着雨晴的手，眼中满是不舍。姑姑，您相信我，我在台湾真的很好。家豪对我比亲人还亲，雨晴再三保证。回到台湾后，雨晴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。让她惊喜的是，工作室非但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停滞，反而订单更多了。原来，陈家豪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主动接手了工作室的运营，还把他的作品推广到了几个高端商场。老公，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。雨晴惊讶地说。陈家豪笑笑，我虽然找不到工作，但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，而且我发现我挺喜欢做这个的，说不定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把工作室做大。雨晴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从没想过自己这个残疾女孩能遇到这样一个完美的丈夫。在大陆，很多人都觉得她这样的条件根本嫁不出去，更别说嫁到台湾了。但现实却给了她最好的反击，她不仅嫁给了一个疼她爱她的好男人，还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幸福地流淌着。雨晴的工作室逐渐打开了知名度，她设计的手工包甚至被几个台湾明星看中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股大陆风。陈家豪虽然没有再找全职工作，但开始接一些软件外包项目，收入也很可观。两人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他们还搬进了一套自己的房子。这套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有一个专门为雨晴设计的工作间，所有的桌椅高度都根据她坐轮椅的高度特别定制。
老公，真的好感谢你为我做这么多。看着温馨的新家，雨晴感动地说，傻瓜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不为你做，为谁做？陈家豪亲昵地刮了一下他的鼻子。一晃5年过去了，雨晴在台湾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。她不仅把工作室发展成了一家小有名气的设计公司，还在台北开了2家实体店。陈家豪则成了他的得力助手，负责公司的运营和管理。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，虽然没有孩子，但生活充实而美满。每年他们都会抽时间回大陆看望姑姑，但因为姑姑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，他们始终没能说服她来台湾住。姑姑，台湾的医疗条件很好，您来这边住，我们也能更好的照顾您啊。雨晴常常这样劝说，不用了，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了，而且我在这边住了一辈子，已经习惯了，你们好好的就行，不用管我。姑姑总是这样回答。雨晴虽然担心，但也尊重姑姑的选择。她每个月都会给姑姑寄钱和补品，还请了一位保姆，全天照顾姑姑的生活起居。可就在雨晴和陈家豪结婚5周年纪念日前夕，雨晴突然接到姑姑的电话。雨晴啊，姑姑听说你们在台湾过得不好，是不是真的？姑姑的声音充满担忧。姑姑，谁跟您说的？我们挺好的啊。雨晴赶紧解释，隔壁王婶的侄女也嫁到台湾了，听说过得可苦了，天天被婆家人欺负，我就怕你也是这样，只是不敢跟我说实话。姑姑着急地说。雨晴哭笑不得，姑姑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，我真的过得很好，家豪对我特别好，我现在事业也有起色了。您别听那些道听途说的，那你为什么这么久不回来看我？是不是家豪不让你回来？姑姑继续追问，雨晴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有将近1年没回大陆了。公司事务繁忙，加上姑姑每次通话都说自己挺好的，她才一拖再拖。姑姑，不是的，是我太忙了，对不起，我下个月一定回去看您。雨晴内疚的保证。挂了电话，雨晴把情况告诉了陈家豪。老公，姑姑好像不太相信我们过得好，要不这次我们多带些照片回去给她看看。陈家豪想了想，照片太单薄了，姑姑可能还是不信。这样吧，我有个主意。1个星期后，雨晴独自回到了大陆，说是给姑姑一个惊喜。姑姑看到雨晴回来，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。雨晴啊，你瘦了，是不是在台湾吃不饱？姑姑心疼地问。姑姑，您想多了，台湾的伙食可好了，我是因为工作太忙才瘦的。雨晴笑着解释。那家豪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姑姑疑惑地问。他公司有事走不开，让我先回来看您。雨晴随口编了个理由。姑姑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却更加确信雨晴在台湾过得不好了。她偷偷观察雨晴的一举一动，发现侄女总是心不在焉，时不时看手机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雨晴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，姑姑虽然老了，但还能给你撑腰。姑姑终于忍不住问道。没事啊，姑姑，我就是在等一个重要的邮件。雨晴笑着解释。姑姑不信，更加担心了。第2天一早，她趁雨晴洗澡的时候，偷偷翻看了她的手机，里面全是和陈家豪的甜蜜对话，还有很多2人的生活照，看起来确实挺幸福的。难道是我多虑了？姑姑自言自语道。正当姑姑疑惑不解时，门铃响了。她拄着拐杖去开门，却看到门外站着陈家豪和一群陌生人。阿姨好，我是家豪啊。陈家豪热情地打招呼。姑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你不是在台湾吗？我想给您一个惊喜。陈家豪笑着说，然后示意身后的人进来。这些人原来都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手持摄像机和麦克风，浩浩荡荡地涌进了姑姑的小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姑姑一脸茫然。这时，雨晴从卫生间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开心地笑了。姑姑，惊喜，我们要带您去台湾住一段时间。原来，陈家豪联系了一档名为《两岸一家亲》的电视节目，讲述他和雨晴的爱情故事，并提出要接姑姑去台湾体验生活的想法。节目组被这个真挚的故事打动，决定全程跟拍记录。阿姨，我知道您一直担心雨晴在台湾过得不好，与其我们说1万句，不如让您亲眼看看我们的生活。陈家豪诚恳地说。姑姑感动得眼眶湿润。好孩子，姑姑就是放心不下雨晴，她从小命苦，
我怕她嫁到台湾又受委屈，姑姑您就放100个心吧。家豪对我比亲人还亲，这些年我在台湾过得比蜜还甜。雨晴拉着姑姑的手，语气坚定。在节目组的协助下，姑姑很快办好了赴台证件。3天后，她人生中第一次坐上了飞机，前往那个令她既向往又担忧的宝岛。一下飞机，姑姑就被台北的繁华震撼了。机场干净整洁，工作人员彬彬有礼，完全不是她想象中的落后小岛。哎呀，这比成都机场还气派啊！姑姑惊叹道。回到雨晴和陈家豪的家，姑姑更是惊讶的合不拢嘴。宽敞明亮的客厅，现代化的厨房设备，还有专门为雨晴设计的无障碍设施，处处都显示着这个家的温馨和用心。你们住得这么好啊！姑姑环顾四周，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泪光。姑姑，这才哪到哪儿？明天我带您去我的店看看，您一定会更惊讶。雨晴自豪地说。第二天，陈家豪开车带着姑姑和雨晴来到了市中心的一栋商业大厦，电梯直达15楼，门一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装修精美的办公室，10几名员工正忙碌地工作着。姑姑，这就是我们的公司，雨晴自豪地介绍，从一开始的小工作室，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家设计公司，有20多名员工呢。姑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都是你一手创办的？是我和家豪一起的心血。雨晴握着丈夫的手，眼中满是感激和爱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姑姑参观了雨晴的2家实体店，惊讶地发现侄女设计的手工艺品竟然这么受欢迎，价格也相当不菲。她还见到了陈家豪的父母，2位老人对雨晴疼爱有加，对姑姑也是相当尊重。阿姨，谢谢您把雨晴培养得这么优秀，她是我们陈家的福气。陈妈妈真诚地说。姑姑听了这话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她拉着雨晴的手，颤抖着说：“姑姑，对不起你。姑姑一直担心你在台湾受委屈，没想到你过得这么好。姑姑，您别这么说，没有您的养育之恩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您永远是我最亲的人。”雨晴搂着姑姑，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下来。节目组将这感人的一幕全程记录下来。两岸一家亲播出后，雨晴和陈家豪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。很多人被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打动，也有不少残疾人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希望。姑姑在台湾住了1个月，亲眼见证了雨晴的幸福生活。临走前，她拉着陈家豪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好女婿，姑姑把雨晴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疼她。阿姨放心，我会用一辈子去爱护她，让她永远幸福。”陈家豪郑重承诺。送别姑姑那天，雨晴哭成了泪人。姑姑，您一定要保重身体，等您身体好点了，我们接您来台湾常住。姑姑慈爱地摸着雨晴的头，好孩子，姑姑现在放心了，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姑姑知道你幸福，就是对姑姑最大的孝顺。飞机起飞那一刻，姑姑望着窗外的云层，心中满是感慨。谁说残障四川女不能嫁到台湾？谁说跨海婚姻没有幸福可言？雨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给所有怀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回到四川后，姑姑逢人便讲雨晴在台湾的成就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。当初那些看不起雨晴的人，现在都羡慕得不得了。而雨晴和陈家豪的故事，也通过那档电视节目传遍了两岸3地，成为两岸婚姻的一段佳话。很多人问雨晴，为什么她能在逆境中获得如此成功？雨晴总是微笑着回答，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得欣赏我、支持我的丈夫，他让我相信，即使我的腿有缺陷，但我的人生可以没有遗憾。是啊，爱情面前没有残疾与健全之分，婚姻里没有贫穷与富贵之别，只要2颗心真诚相待，哪怕相隔千山万水，也能筑起幸福的家园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不会因为身体缺陷而退缩，真情不会因为地域差异而改变。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像雨晴一样，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不被世俗的眼光所困扰。也希望每一段婚姻都能像雨晴和陈家豪这样，充满理解与包容，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